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克流的5分钟系列讲座。之前我们总结了在论文中如何写好研究目标的一些要点，比如一要有方向，二要有边界，而定边界的时候呢，对于方法和结论都要有所考虑。根据听众的反馈，今天我们会开始讲解一些实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些要点，好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一个比较强的研究目标和一个比较弱的研究目标，它们的区别在哪里。首先来看第一组例子，这呢是对同一个目标的两种写法。在上面这第一种写法中，作者写道，我们的研究目标是研究家庭环境和语言能力对于儿童入幼儿园的适应度的影响。这里用的动词是 study， 它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到达点来测量我们的研究成果，来测量目标是否达成。它看重的是动作本身，而不是动作的结果。而在下面这第二种写法中，所使用的动词是 determine， 这就是一个具有完成意味的动词。在这里，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希望能够得出结论，来确定哪些关键因素对儿童入幼儿园的适应度有较大的影响。而在第一种写法中所提到的研究这些影响，可以说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法。我们比较这两种写法，可以看出下面这第二种写法提供了更明确可以测量的目标。再来看第二组例子，和第一组例子相类似，在上面这第一种写法中，我们的研究目标是评价一种雷达技术是否可以用于检测混凝土的结构缺陷。而在下面这第二种写法中，我们提出了更有建设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出一种无损检测的技术，用来检测混凝土的结构缺陷。这第二种写法呢，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更好的方向性，能够更好的和我们的长远目标相连接。第一种写法呢，实际上是去验证一种假说，而这一假说如果成立，完全可以支持第二种写法中的目标。在上面这种写法中呢，如果我们单纯的把验证假说作为我们的研究目标，实际上弱化了我们的研究目标本来应该具有的意义。再来看第三组例子，在这组例子中，我们沿用第二组例子中所使用的研究目标，来进一步说明长远目标，也就是 goal， 具体目标和核心假说，也就是 hypothesis 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呢，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设计优化的混凝土结构，我们的具体目标是发展出一种无损检测的技术来检测混凝土的结构缺陷，而我们的核心假说是有一种雷达技术可以用于对于混凝土的结构缺陷做出精确的无损检测。在这里呢，这个核心假说实际上对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是一种支持。一般来说呢， hypothesis 是基于现有文献的大概率事件。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这个假说是成立的，那么我们的研究目标有很大的可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假说也可以视为我们选择这个具体的研究目标的理由之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长远目标到具体的研究目标到核心假说，是一个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致的互相联系的链条。而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呢，在链条的中间画了一道明确的边界。有了这样一个链条，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明确、定义清晰而且合乎逻辑的研究目标。选择具体研究目标的理由，可以像在第三组例子中那样，是一个支持具体研究目标可行性的假说，也可以是一个解释具体目标对于长远目标贡献的说明。所以我们来看看这第四组例子。在这第四组例子中，我们不仅提出了一个可以支持具体研究目标可行性的假说，我们还提出了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对于我们长远目标贡献的解释。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制作基于自然机理的有效的抗癌药物，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是确定一种叫做 quercetin 的物质对于前列腺癌癌细胞转移的抑制机理和效果。我们的核心假说是
quercetin 这种物质可以抑制某种具体的细胞转移路径，而我们选择这个具体研究目标的理由，还在于这个具体的研究目标的实现会为 quercetin 的临床试验提供一个基础。在这里呢，我们用 hypothesis 和 rationale 对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从两方面提供支持。hypothesis 呢，说明目标的可行性；rationale 说明目标的重要性和它对长远目标的贡献。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说明，我们的研究目标就会显得非常的坚实和可靠。好，今天的实例讲解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提供更多的反馈意见，谢谢大家。